关键时刻，这次哈米尼被斩首之后，今天《金融时报》他爆了一个惊天大料，他说什么？一切都要归功于监视器系统。摩萨德以色列的情报机关竟然用骇客的方式骇入到了伊朗的监视器里面，等于是你这些高层去了哪里，又到了哪个地方去？你转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全部都看在眼里，甚至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天眼系统等于就是以色列的眼睛，完全把你看透透。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可怕的是什么？这一些监视器是伊朗做的吗？不是，这些监视器是谁做的？是中国做的，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跑去伊朗帮他们做的。他们把最好的 AI 监视系统给了伊朗，让他们能够去管理自己的人民。所以，当今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中国看的是头皮发麻。我的天哪！如果今天你能够害进伊朗，那你不就能害进我中国了吗？我中国有7亿只所以今天害进伊朗等于害进中国，害进中国等于害进了中南海，害进中南海等于是原来习近平的一举一动早就在以色列跟美国的眼睛当中了。所以松哥，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路透社的这一篇报道，我们都知道川习会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他说在丢这个时间之前，为什么会决定这时间？竟然是策划袭击伊朗的同时，他们也公布了川普访华的日期，所以代表为什么要从这个所谓的军事的计划到访华日期，他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就是要拿伊朗去去打习近平的。没错，目前为止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呢，原本呢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嘛，对，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你知道吗？中方还一直没有办法跟人家确认说这个川普真的要访问中国。对，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很尴尬因为228的时候，这个美国不是打了这个伊朗吗？对，现在中国的重要盟友已经不见了。那不见的同时呢，难道我还要招待川普来这个地方吗？这怪死了！那川普是不是？我跟他讲一个场景，川普是不是以一个战胜国之姿来到这个？你的盟友被打败，我来这个地方访问，你觉得对中国来说话是何等一个压力呀？如果今天川普真的川习会成了，如果川普走到那边跟你讲说，你的盟友被我干掉了，而且你的防空设备很烂对啊，不是能看吗？最近不是都一直在修理吗？那问题是你还要接待他吗？所以我就跟他讲。所以我跟他说了，这一次我们都说，川普的后面其实是支持中国。的确，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这样。他说什么，在策划攻击伊朗的同时，他们也公布了川普访华的时间。所以这2件事是同时策划的。对。那同时策划的时候，我既然知道我要打伊朗的话，那我表示我有很大的信心把握，说我可以在月底的时候去访问中国啊。对。那现在就给中国一个难题啊。好，那中国怎么办？好，中国怎么接招？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人家就在质疑说，这样说看中国到底要不要接待川普来访问中国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对习近平更尴尬的是什么？赵和你知道吗？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战争过后呢，美国已经大概确定说，我们跟中国的实力差距太远。包括说，你看中国的电子战，前 CIA 的这个投资记者说什么？中国电子战能力跟网络作战的能力落后美国10年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所谓习近平也很担心了。我见了这个川普的时候，会不会透露更多讯息给川普啊？川普搞不好更多收集到我更多数据啊！你看，美国不是在准备要斩杀这个何梅尼的时候呢，就已经把网络都断了，把这个所有通讯系统完全都断了。我的作战能力，中国在那个地方也有这个网络的相关单位，完全派不上用场。然后更让习近平担心的是什么呢？赵你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斩杀何梅尼，要靠中国的监视器。跟靠中国的监控系统，这习近平听到头皮发麻。对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反向去骇入中国在帮伊朗建制的所有的这个所谓录影机，对，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监视器，我透过这样的方式，精准的掌握了何梅尼的位置之后，我精准的斩杀。那我能够骇入中国帮这个伊朗建制的这个系统的时候，我能不能骇入中国本身的系统？当然可以。好，那我骇进去的时候呢，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斩杀你们的最高领导人？你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呢，中国到底要不要接待川普来访问中国嘛？所以我才说，这个真的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变成是习近平一个非常难处理的这个问题了。钟哥，今天《金融时报》这一篇出来之后，真的是让中国头皮发麻。是这个监视器怎么一夕间就被骇入了？没错，实际上我就跟他讲，前几天川普不是有讲过一句话吗？他说哈米尼或许觉得说他很安全，
所以才会那一天早上大家在一起吃饭。为什么他会觉得安全？因为他觉得中国的保护网是没有问题的嘛。但我跟他讲，这个习近平可能也这样想，安全。可是问题是，他看到哈米尼这样，他就完全不安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据人家知道。原来德黑兰所有的交通摄影机多年来都被骇客攻击，它的影像被加密，而且传输到特拉维夫还有以色列南部的伺服器里面。以色列每天在解读所有的影像啊，照了这几年我们不是有 AI 系统导入吗？伊朗这个以色列怎么做？他把这些呢弄到伺服器里面做什么？用 AI 大数据判断之后，它可以建立过非常完整的这个资料库，好几年以来的。那我跟大家讲。何美你身边的警卫是谁，我都知道。他每天在干什么都知道，他甚至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讲什么。何美你他们当然不会直接称呼他是何美你，可能是比如说物件 A， 他们都知道物件 A 是谁，物件 A 是谁，他的位置什么老早就被摸得一清二楚了嘛。所以我讲 CIA 的线人就说，在2月28号当天确认了哈米尼确切的位置之后，以色列马上就跟这个美国说，我们就打了吧，所以就发射了30枚的麻雀飞弹，你看。精准的轰炸了哈米尼所在的位置嘛？这样我懂了，为什么当时他从 A 栋转移到 B 栋，你还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转移，他用什么样的车子，甚至他早上从碉堡出来之后，你都能掌握。对，你有监视器，我也看得一清二楚。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就说，你看，因为我们用 AI 演算法收集到大量资讯之后，他说，包括那些他们的地址啦、值班的时间，连你是保卫哈米尼的值班的这个时间、上班的地点，然后因为他们都被指派保护最重要的人嘛、对象嘛，建构了情报官所说的生活模式嘛，所以等于是说，我不需要知道哈米尼，我只要知道哈米尼周边的护卫他们是谁，然后他们跟哈米尼的作息时间，我就可以反推出哈米尼的作息嘛。所以说然后我借由假设我每天都这个负责保护赵和，对不对？那我就知道，只要知道我的位置，就知道张兆和的位置，我就可以杀掉你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等于是他就完全知道啊。而且它里面讲到说什么，其中一台摄影机的角度特别是有用，就像思东哥讲。有些人喜欢把私家车停在那里，对，好，所以我可以窥见这个什么戒备森严的院落当中某个频繁的运作情况，是私家车有没有来，就代表这个人是不是有到，是我完全能够把你的行踪可以记录起来了。对啊，我就说，那你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就完全的非常了解，你知道多夸张吗？他们以色列情报官说了一个非常嚣张的话，他说：“你看，我们对德黑兰的了解，就像耶路撒冷一样，就。”当你对一个地方的了解程度，就像你从小到大长大的街道一样的熟悉，从小长大，对，你会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所以我会跟你讲，在攻击哈米尼的同时的时候，哈米尼所在的位置来说话，对以色列情报官就是哪里给他照咖赶快啦。所以为什么他从 A 栋到 B 栋什么，他都知道那么清楚，就是这样。你知道那一天为什么要选那个时间？因为哈米尼不止哈米尼在，他的家人在，还有所有的目标全部都在，所以一定要选那一天，就是这样的这种状况。好，那我跟他讲，那为什么对中国来说会踹雷弹？因为现在你看，这是之前不是有报道吗？伊朗的问题完全关乎中国。伊朗用了很多次天地伟业还有海康威视这2个国战公司帮伊朗建构他们所有的监控系统，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的，都是中国的技术。就是这2家公司，所以。伊朗被害进去，就代表这2家公司被以色列跟美国害进去了嘛？那好，所以我在说，为什么中国会瑟瑟发抖？原因在这个地方。好，那你知道这一道原因为什么哈米你会觉得非常安全？你看这之前伊朗的这个警察总长说什么？我们知道之前不是有这个，他们不是说都要女生弄上头巾吗？对。然后你看。公共场合上面拿下头巾的人将会被智慧镜头辨识出来，然后首先会受到警告，然后会被送上法庭。所以它有 AI 的，对，它可以去抓的，是每一个人的人脸，对，清清楚楚的。对，他们甚至还可以怎样？他们还可以甚至你看，他们还可以用来辨识说，如果你是戴不戴头巾，我就可以把你瞳孔是谁，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对，你即使戴上来，我都可以知道是谁。好，那我就跟你讲嘛，因为美国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华尔街报道就说，美方考虑对出售这个产品给伊朗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中国电子设备制造商天地伟业实施制裁。对，所以美国当时就已经盯上他了。对，盯上他的时候，那你知道他就卖到很多地方嘛，除了卖到全世界60个国家，它应用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面啊。还有中国运载火箭的这个试验中心啊，还有达沃斯论坛等等。所以等于是2023年，当时美国已经盯上他的时候，是我制裁你之外，
我也开始把一些相关骇客把一些病毒植我也入在植入进去里面。是，所以这个计划，可能是3年，对可能是4年，是有这么长的。对，没错。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中国有大概是全世界大概有10亿只镜头。对。那这个中国的话，大概就有7亿只，所以每2个人就有一只录影机在录着你。好，那我跟他讲，大家不要忘记哦，你看哦，这个所谓天地伟业，它可以到什么天安门。所以你看天安门的动静，搞不好美国都已经掌握了，这边都可以看了。对，然后还有什么中国运载火箭的试验中心，你在搞什么？搞不好清楚，搞不好你天地伟业用的地方我都知道。所以我就跟你讲，中国为什么那么多情报？搞不好现在习近平才知道说，搞不好就是我的监视器被你入侵，你才知道这些讯息啊。好，北京有1170万只，对啊。所以看得清清楚楚，都太吓人了。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以色列怎么对付哈米尼这样，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已经建构一套习近平他的行走路线，甚至他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的保镖是谁，他是不是都知道？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那么大规模，一直清洗，一直换？搞不好他想说，不能有一个固定模式啊，有一个固定模式你就知道了。所以你要这个为什么我换了这么多，你都知道我人在哪里？对，真相大白。对，可能跟监视器是有关的。那我能换监视器吗？不知道啊，7亿只，对呀，不可能换啊，好，所以就换人，所以这个我们推测出来，搞不好是这样哈。那中国把这个天地伟业把这个输入去，你看他从各地方找很多人来这个地方，你看有来自也门的啦，来自阿富汗的，来自巴基斯坦的，来自这个加纳，他们在这个地方来说来天地伟业，你看我爱天地伟业，他们那边学怎么装监视器啦，然后学怎么监视器的这个监控这个之类的，当然他们为他们海外培养人才，当然这个后来就变成是说他们输出到各国的这个种子部队嘛。我今天伊朗的人来这边学完之后，我就把这一套监视系统带回去伊朗了。没错，所以你就要事实上天地伟业是用这样来扩张的哈。那扩张的这个状况这样，因为天地伟业跟中国关系太过密切了。你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审讯室里面来说，我看我们传统的审讯室就是一个桌子，然后我这个警察坐在对面，或者办案人坐在对面，然后我就坐在这边，两个这样子互相的审讯。他们现在不是，你看他们现在的审讯室是这样，有一个审讯桌，还有智慧的系统，这样一个状况，用的都非常的用的非常的数位化。为什么？我可以及时就调出所有的讯息让你看，然后这个检方或者说警察也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法院方也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你看用这样子来，可是还有出动这种老虎椅、电子视证、笔录切换、荧幕升降、录音录影，也太夸张了吧？对啊，你看这个对，重点是什么？它还有摄影机是对向嫌疑人的，还可以做变焦。对，你到底在做笔录还是在拍戏？所以我就跟你讲，你一坐到上面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压力重重的一个状况。你看，这就是中国，它这个中国这套系统就是天地伟业做的啊，他在法庭里面用在所谓的警察局里面用这一套系统。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看哦，事实上我就讲，2016年的时候，你看这是习近平当时刚接任总书记3年左右，他去访问什么天地集团的这个总部，然后会见了他的执行长的这个带领，那甚至后来来说啊，带领又见了所谓的这个新疆的前党委副书记。新疆我们知道就是用来监控所谓的维吾尔族的嘛，所以呢，他们显然这个天地伟业公司的跟中国官方。跟中国在执行的一些任务，其实都有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而且天地伟业如果在伊朗是也被弄，他已经被害了。结果他除了在所谓的一般的监视器上面，连这一种做笔录的系统也都有。是，那他审了谁？是，他去抓了谁？对，不是美国、以色列也都知道。事实上，这个天地伟业到底多厉害呢？我们必须说，他其实真的还蛮厉害。你看，这明明是一个很暗的这个画面，对不对？但他可以把它弄成是这个样子。对，譬如说你看很暗的画面来说啊，你看这晚上哦，但是我可以把你弄得那么清楚，让你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谁。譬如说这个原本这个下面来说，假设张忠谋躲在这边，这明明是暗的，结果他的监视器就可以看得这么清楚。对，就本来张忠谋躲在这边，以为可以吓到我，就没想到我用这个监视器一看，你根本就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就这样，他就用这样的方式，你看这就是。他这个镜头真的是，我就跟他讲嘛，因为监控的时候，譬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想要做坏事的时候，都躲到暗夜里面啊，对不对？不好，你看这个暗夜跟白天一模一样，那这是很有吓阻效果。对，我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嘛。好，那你看他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他们还有一套系统是侦测你，譬如说你看这个人是个犯人，好了，他进来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这个影像拍到你之后，我就一直追踪你。你经过，即使你穿过那么多房间，穿，最后出，我都可以随时抓到你。我可以马上切换，有你的影像，我就可以切换，一直追踪到你，全程追踪你哦，没有任何的衔接，就这样追到你了。
所以即使你在这么多房间里面穿梭，我只要影像就抓到你，然后就马上追踪到你。这样我越听我越毛，是因为你习近平再多人护住你，是，你要怎么躲藏？你在黑暗中，我抓得出你。是，你的人员定位，你的脸孔，对我也可以抓到你。这太可怕了。所以中国在收集这些数据的时候，其实也为他自己埋下了一个炸弹，根本双面刃吧？对，好，那我跟他讲，他的这个变焦真的很厉害。你看到远远的这样看，对不对？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他可以一直zoom in，你看他可以直接拍的这么清楚，这就是原来是个电塔。哎，刚才那么远的，哎，他可以拍的那么清楚，哎，你看还可以再放大，拍到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再把它缩回去，这么小，哎，还可以再放大，对，这么小，哎，你看这是很夸张，对不对？他们有368倍的这个变焦，你看这么多。好，那你看这是什么？一台车，好，在这边。那我们讲zoom in的时候，我想要知道它的车号，对，zoom in之后，哎，就弄出来了。它是96B0L， 就这样，而且不是模糊的，是清晰的，我可以拍照，可以做任何的处理。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也是一样，一个20在这边，这个竖线20，你想说这个就是竖线20吧？这有什么好看的？好，我们把它这个慢慢的拉远，这是你看拉远，你看这是其实是它把它 zoom in 了，拉远再拉远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很远这么远的，很远很远，你看好。今天假设那个不是这个太远了吧？那个20其实是张兆和，你以为你这边干什么坏事，没有人知道，对？不好意思，监视器都可以拍得到你。我终于懂为什么哈米你会被杀了。对，好，那还有什么？我在哪里都知道。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看这是什么？他们在海边，你看在海边，那不就是个浪吗？对不对？那海边这个东西我哪看得到什么东西啊？张浩，你知道，我不断的zoom in，一直zoom in之后呢，对，我就可以看到海上有船哎，其实里面有船的哦。船里面，然后船的这个舷号我都可以弄得非常清楚哦，我就可以知道。你看，你以为这就是一般？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讲，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伊朗还可以封锁所谓的这个荷姆斯海峡？对，因为搞不好我有这些监视器，我就很远，我不需要用到所谓的卫星嘛，我很远就看到你啊，这个船在这边，我就去攻击你，就这样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跟你讲，他的确有他技术厉害的部分，但是他现在技术厉害的部分呢，原本习近平认为说是我可以来控制中国人民，或是哈米尼用来说我可以控制伊朗人民的时候，对，现在变成是美国可以动手脚的机会，变成杀器。对，没错，就反过来。所以跟你说，这为什么会害怕？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跟他讲，不只是说这个以色列或是美国的情报能力强，他们的渗透能力也很强。这之前不是有这个他们的前总统的这个内贾德，他接受 CNN 采访，几年前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摩萨德在过去10年中已经渗透到政府许多部门，然后以至于该国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他不是曾经也讲过一个故事吗？就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单位来抓摩萨德的人，就照了他说，没想到那个抓摩萨德的最高的单位的人负责人，他本身就是摩萨德的人，然后你下面都是摩萨德的人，对，所以就是摩萨德要去抓摩萨德，对，当然抓不到，对，他就说就被渗透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还说什么？他们成立反间谍部门的时候就说，抓到就至少有20个双重间谍，也就是说这个反间谍部门要抓摩萨德，就他们完全抓不出来。后来他们才发现到说，原来他们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双面谍，他也是以色列间谍，也是要抓摩萨德，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很多机密资料呢就外泄出去。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你看结合了这个 AI 的能力，然后还有包括说像骇客的能力，然后包括说像情报收集的能力，这个就是能够撼动伊朗政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嘛。那这些我就说，美国能不能用这一套来对付中国？当然可以。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川普都已经完成这个样子，难道我要接待一个打胜仗的川普来访问中国吗？这个是中国目前为止最烫手山芋的一件事情。宇轩，现在让中国最头痛、最无力的是什么？他们在伊朗的这一次被端掉，完全看到自己的影子，包括监视器可能是会被害，包括内鬼这么多，我不是已经清洗了吗？还有这么多吗？还有这么多人吗？更他害怕是什么？是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是打了一次全无仅有的所谓的数位战。这数位战怎么样？我断你的网，我断你的电，我该断的东西全部把它断掉。
真的是太可怕了。大家都以为说战争只有所谓的物理性的破坏，但没有想到的，美国跟我们的神奇宝贝一样，竟然会有精神系攻击。为什么？这是对于所有伊朗的人民的进行心理的作战以及心战喊话。对，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有特殊性，这个叫做 Badase Saba 啊，Badase Saba 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天要朝拜的时候，比如说要往哪一个方向，几点几分，什么时间点，所以他固定的要有一个 app 来提醒他。结果没想到这个 app 呢，在2月28号大概10点11分的时候，突然跳出一个很诡异的讯息，就像你现在看的画面看到的一条一条一条，里面写的什么呢？审判将至。你要想，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对，突然看到审判将至从这个 app 跳出来，你想，哇，上帝开始了，吓坏了，而且说人民的军队已经来了，而且呢，不要害怕你们的伊朗兄弟，保护他们也会保护你们，甚至讲说帮助已到，有500万人在使用这个 app。那你要想想看，这500万人可能他有一些家庭啊，有一些老人，所以是上千万人，同时呢看到这个讯息说审判将至，放下武器，赶快投降，帮助人民，帮助来了，吓坏了嘛。所以伊朗当下马上我们讲的人心就涣散，而且与此同时你要想哦，这个 app 发对不对？但是呢，这是以前伊朗最近的一个网络状态。那为什么前面会先调一次呢？是因为伊朗对境内的网络进行控管，但这个呢是完全趋近于零。对，换言之，美国跟以色列，对，摩萨德就是这里最关键的。对，他直接在特定的时间点，也就是当飞弹从天空掉下来的时候，地面呢开始产生爆炸的时候，美军开始进攻的时候，突然间把网络瞬间中断归零。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中国商船它的行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时候还没有被封锁，结果没想到他就看到他整个电子对瞬间开始大乱，然后只要跟电有关的全部都哔哔叭叭哔哔叭叭。这个时钟对超奇怪的，对，他很不寻常的转，他开始整个在那边乱转。那你要想想看，那防空设备呢？那你要想看那飞弹设备呢？基本上都已经挂了那甚至是呢，包括连他们最高领袖哈米尼这个所谓的官网都遭到了上百次以上的这个网络攻击。那更不要讨论说从他们内部，包括所谓的银行啊、ATM 啊，以及网络啊、资料中心啊，全挂了，全国进入黑暗时代，打回石器时代。这个是数位上的石器时代。为什么？因为你不要讲说我还有电，你这些网络瘫痪，在现在社会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作为。所以这外媒形容说，这是史上看过的最大一次的我们讲 DDoS 这种攻击。但与此同时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只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摩萨德来。这是哈米尼在我们讲的，在公布他这个新闻网里面，突然间呢，公开讲话的这个画面，结果没想到下一秒呢，哈米尼突然被切掉。那跳出来你知道什么？就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对，一个火烧哈米尼，对，而且他头上是被准心瞄准。那底下呢是4个呢曾经遭到那个我们讲神学式政权虐杀的这些年轻的这种女性分子他们的这些支持者。所以这个是谁？他们国内反政府的骇客说加入我们，奋起反抗。年轻人的鲜血从你们的手上滴落，换言之，连内部都跟着造反。而且呢，这个画面是持续的在播送。结果你想说，那我不要看这个新闻网，我打开电视总行了吧？就打开电视也不行，因为你一开了电视之后，你本来想看的是哈米尼，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Donald Trump。他突然跟你讲说，美国压倒性的力量。毁灭的武力支持你们，现在是时候解放你们的未来。可是怎么连这个都在宣传？他说：“那我转一台好了，好不好？”对，我从华视转到台视，转到东森就不行，怎么转？都是川普，都是川普。那还有别人，还有另外一个啦终于有别人可以看，纳坦雅胡，这只有这2个可以选，这太崩溃了吧？怎么都是这种状况？然后一直跟你讲说，伊朗人民啊。为自己国家来建设出前途跟未来跟做决定，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有些人当然是欢欣鼓舞。你如果是这个革命卫队的话，你可能心生恐惧，想说真的要世界末日完蛋了。但是我跟你讲，你不用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当可能你是革命卫队，对不对？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3月2号的时候，在德黑兰这个地方，可能呢你刚被干扰，结果马上一枚飞弹或者是无人机从窗户打落。直接炸毁这个大楼。对，来为什么要去炸这个大楼？这个叫做罗斯塔米基亚大楼，因为刚好里面革命卫队很多人位在里面，甚至是因为炸人肉开花，里面的文件还整个像漫天大雨一样四散到整个街道上。3月2号又被一锅端。对。所以后来他们仔细统计来这个是中国自己统计的包括什么穆罕默德啦阿卜杜拉希姆这些人是谁？包括从革命卫队的领导班子到他们的军事投资，到他们的核能科学家，
全部都被斩首。所以你看到这个影像，我们先前节目也曾经播过，就是哈米尼呢去跟各个将领啊，很高兴啊，两个双边在那边互相打招呼，这个画面对不对？人很多啊。照我跟你讲哈，全部都做鬼了。画面当中人全死了，对，里面没有一个人活着。当初这么开心的画面，对，全挂，全部都阵亡了，全部都被美国给阵亡掉了。现在国外有一种最流行的东西叫做视讯会议，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个人旁边的座椅都空了，但是呢，空的座椅上都有贴什么？贴一张照片，对，所以他的灵魂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吗？中国看到这个画面中国也会胆战心惊。但是你知道胆战心惊是什么吗？因为伊朗是不是被美国人端掉？中国人是被习近平端掉嘛？其实也不是这样。但是他们现在就在讲说，如果说现在整个伊朗被渗透成这样子，被整个以色列搞成这样，被美国弄成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中国提出了一个检讨报告，这个叫做《伊朗对以色列反情报工作的失误检讨报告》。他提出好几个重点。对，你不要以为说他是在骂伊朗，其实不是，他在自省，因为中国同样有这个问题。来，第一个，他说你没有专门设定情报机构来去针对美国的工作来进行打击，什么意思呢？你英国也调查，美国也调查，以色列也调查，全球你的情报单位都进行布线，但是你明明最大的政敌是以色列，你却没有针对。但我请问，以色列唯一一个目标是谁？就是针对你伊朗。对，我以色列就是想尽办法要把你伊朗给搞垮，要把你伊朗给渗透。那再来更惨是什么呢？你不要讲说这个情报工作做得不牢靠，他们内部还搞内斗。其实他们都为了要斗来斗去都没有与时俱进。我们前一阵也在关键时刻跟各位介绍过说，包括伊朗之前的首席科学家，他叫做的法赫里扎德，那时候多离奇呢，开车开到一半跟他老婆，然后人下车之后，旁边一台我们讲的这个皮卡突然间有一个枪对他开了之后人就瞬间倒地。那时候就是说狙杀于千里这个已经不是虽远必诛，是千里必诛。那到现在为止呢，伊朗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以色列怎么干的，也没有办法去防范。照你看，这是他的军费。对，从过去的2015年那时候还在高涨你看12.8K， 到后来呢只剩下30亿。中国的报告里面已经讲了，当你今天这个国家越没有钱，你还要搞独裁，你军费都没办法发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说，在摩萨德抛出美金加绿卡的攻势前面，显得何其脆弱。等于是你的革命卫队一下就被策反啦，就被变内鬼啦。对，所以里面其实都已经分崩离析了，因为你穷的我们讲了，只剩下我们讲一个便当都吃不起的时候，随便人家跟你讲个美金绿卡呢，你就对内心就动摇了，你就没有什么真主。这不就是中国吗？包括这个革命卫队以及中国解放军呢，他们可能内部都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的时候写 NAGA Mega 每个都是我们讲川普最伟大。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有什么？有点相对剥夺感，因为很多的革命卫队，他们有一个很烈的这种习俗，就是会让他们去碰一些军工啊、民用的这种工业啊、矿业啊，甚至是炒股票、金融业啊、农业啊、设计业、顾问业。换言之，他一边是革命卫队，你以为他是军人，结果搞了老半天，他全部呢都在捞大钱、赚大钱，政治、经济、军事，我再加一个宗教，这个叫做四位一体。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变成就是，有些是运什么鸦片偷偷进来国内卖，有些是偷偷把自己的军火呢拿到外面去卖，开始在这个边境做这种违法的交易。那你想想看，他们自己人都烂到了骨子里了，那摩萨德要去渗透，美国要去渗透，那叫做何其容易。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你再看完整个伊朗到现在的处境，你就不会困惑说为什么会被美国跟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田老师，今天 Rubio 被问到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对伊朗来开战？其他人都没把它讲清楚，Rubio 讲得最清楚。他说这个叫做主动防御。什么叫主动防御？你被伤害之前，你先打。这不就是我们之前常常讲源头打击吗？对，就是岸田文雄当时要建构日本的源头打击其实 Rubio 所讲的这个 preemptive defense 的概念就是在小布希总统的时候早就提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共和党他们只是延续过往的一些政策，这个做法其实在美国典型来讲的话，事实上常常出现。因为以往对伊拉克也好，不是说伊拉克你海山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以我美国要打伊拉克吗？所以现在他也用在伊朗上面，而这个就是 Rubio 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他的出师是师出有名的，对，他是正当性的。我为什么是要打？原因就在这边。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打的话，伊朗会来打我们，我们美军会死很惨，是，所以我必须先打。那这一套的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台湾？可不可以用在台海？这时候就产生说，当美国觉得说中国可能对台湾要先动手的时候，我美国要先对中国动手。
这个就是叫先发制人，对，那个就是配合日本来做源头打击的概念。那这一套体系来讲的话，不要小看，现在美国正在演给中国看，我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给我轻举妄动。他现在所打击伊朗的东西，都还是只是前菜而已，对，小菜一碟而已，还有更大的。那什么叫小菜一碟？但是小菜一碟已经让伊朗受不了。你看到左下角这一艘航空母舰，这虽然号称叫做伊朗的最大的航空母舰。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它是从什么改装的吗？它是从货轮改装。货轮改装。货轮改装上面再用这个跑道，然后再搞几个东西，然后这个就叫所谓的航空母舰。那你知道它是跟谁买的吗？它是跟南韩买的。所以我说南韩完蛋了，我跟你讲。对。南韩，我现在为什么在抓南韩？因为南韩到底输出多少东西到伊朗去，而且这个什么到底有没有管制措施？对。因为联合国本来就有一些管制措施，南韩你不遵守的时候，美国会修理你的。然后重点是什么意思？重点是去年2月6号他才成军。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端掉了，他被轰了，那这时候呢，川普有讲，无人机航母直接炸烂。对，炸烂之后呢，包含伊朗的潜水艇，包含伊朗的水面舰，总共将近有10艘。这个川普亲口讲的，10艘这个海军已经被团灭掉了。所以伊朗现在完全没有海军的情况之下，请问伊朗怎么封锁荷姆兹海峡？所以你看到中国又被骗了。中国，你不是警告伊朗说你不要给我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真正能够封锁荷姆兹海峡的是美军，不是伊朗。伊朗根本没有能力封锁荷姆兹海峡，海军全挂了。海军挂了，怎么去封锁？哎，这不是逻辑上有问题吗？所以中国又被骗一次了。然后，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做什么东西都不是，你要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你今天在检讨说这个东西，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在检讨一件事情：为什么马杜罗被抓？为什么哈米尼被端掉？它已经不是所谓的间谍的概念而已啊，它是美国已经有一套 model 一套模式。对，这套模式是什么模式？为什么他们那么清楚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就跟刚刚讲的这个监视系统是有关系。对，为什么他们可以了解完全了若指掌，到底这个领导人的行踪在哪里，然后做最确切的斩首行动？所以你看到川普有提到4大目标，他大概已经将近完全达成了。第一个，摧毁伊朗所有的飞弹能力；第二个，摧毁伊朗的海军，当然伊朗海军全部被摧毁掉了；第三个，让他这个头号的恐怖主义的支柱国无法取得核武，就是说伊朗没办法取得核武；最后一个就是境外的，比如说胡塞组织啊、真主党这些来讲的话，伊朗他没有能力再资助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所以就代表说，现在其实对美国来讲的话，已经达到将近90%的目标了。那为什么还要猛烈攻击？为什么还要打到他这个痛？你看到路比奥、川普讲4个礼拜，我就说这4个礼拜不是打伊朗，是打给中国看的。打到中国最后说啊，好了，不要打了，我答应你的条件了，这个才是真正川普所要。文姐，我们刚刚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在国际上面，在外交上面被 K 的跟什么一样？是在美国那种强大威压之下，光电战就差了10年。结果我之前说什么中国烂，那也就算了，是中国人我们要很佩服。你看到这画面，以色列，以色列也被伊朗这样轰啊，飞弹就在前面都咻过去啊，前面都已经烧了。结果你看中国工人，我 respect 你。对，他竟然在这个钢架上面屹立不摇的，4个字，处变不惊啊，太厉害了！大弹都站在你前面，整个人冒烟冒成这样，就快要蕈菇状，他不逃，还像看烟火一样。他说：“哎呦，这个好莱坞嘞来着，怎么不怕嘞？怎么不怕嘞？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他们就说：“有什么好怕的？穷比死更可怕。”他们是以色列的人，告诉他说：“跑。”要跑！如果炸弹来了，要跑，要逃。我告诉你，现在开始，如果有炸弹来了，如果没有抬头有炸弹，咻，赶快放下，不要做了，赶快跑！那连以色列人都看不下去，对，你中国人要保命啊，不要玩命啊！而且我跟你讲，以色列的人他想告诉他，现在发现一件事，他发现中国人不怕死了，而且怕没钱不怕死，所以他现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听到警报马上去防暴室，你不要你就跑。如果你不好，先来到防暴室，如果警报你不到防暴室的话，我告诉你，我开除你，我让你没工作。我一定要跑。对，现在大家一定要跑，要跑，因为
为保住工作很重要。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那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他们以色列的人终于懂了，要怎么样管这些中国人，就是告诉他，你不跑你就没有工作。对，好，那现在来了，大家不是你知道他们持续在工作，那现在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嘛，那大家应该会怕。中国人不仅不怕，你知道他毛起来干嘛吗？他除了工作之外，下一件事赶快汇款，赶快把这一笔钱汇回中国，汇回老家。他就说我抓紧时间啊，要在打仗时间之前啊，赶快把这个工资，老板刚发的工资啊，不管汇率高低，情况稳不稳定啊，就是要把钱汇回老家。我真的听完这个，到底是中国到底是奴还是很认真？第一时间是把钱汇回去，第二是什么？你看到这一段画面，还有什么？我们还是想坚持上班，你非但怎么打，我继续上工。这干什么的？就是我跟你讲嘛，穷比死更可怕。中国的穷比这个以色列的死更可怕。所以啊，他们每个人想说，不要闹了好不好？你打来打去的，有什么好打的嘞？我跟你讲，你就算战争之下，我们还是要打仗。你现在在躲防空洞躲，对不对？对。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哎呀，靠！你这样今天又害我少赚了多少钱？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我跟你讲哦，你如果这样子一直停工下去，一直打仗下去，不让中国人赚下钱赚去，搞不好这些工人啊，就跟以色列说报告，我决定帮你去打打伊朗了。他们一天到晚不让我工作，这样下去怎么有得了？所以你看，他就讲什么，2个小娃又要开始打架了，都懒得去躲了，影响到我干活啊，又不是打到我这里来，不要干扰我挣钱的时间哦，然后就骂个脏话，是不是？对他来讲，其他都不重要，你阻碍我挣钱才是我最大的敌人。然后再来，中国人手机里面接到警报，结果他马上讲什么？哎呀，你们在打导弹，妨碍我们这边打混凝土啊，我们的工程进度都这样子，影响到啦。所以他们就拍摄到超好笑的画面，整个工地里面一旦有警报出来，你就发现所有工人都去躲了，只有这一个中国人往外跑。为什么往外跑呢？他心里想说，怎么一回事啊？我才不要去防空洞躲嘞，我要去外面看一下状况。如果没有的那个有没有看？他就看没有战火啊，哪有战火？炮弹又没打过来，自己太乐观了吧？他就不怕，为什么不怕？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没钱。他现在就告诉你啊，他就说，我跟你讲啊，这以色列工作是宛如到天堂啊，宛如到天堂。钱多事少，偶尔顶头上有个烟花，有什么有没有烟花？人家这个炮弹有飞弹，有无人机，都会来干扰。那没有，他说的是烟花啊，烟火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包吃包住，每天还1140元，一个月赚3万块人民币以上，去哪找的工作啊？扣掉这些中介费，我一年年收入可以30-50万。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赚钱？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中介费太贵。每一个人从老家到这边去工作，起码要缴个7-8万人民币，7-8万人民币。可是他们老家里面大概也是那个整个爸爸妈妈把那个整个那个私房钱全部都挖出来，家当都挖出来，才有办法送一个儿子到以色列去工作。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认为说，我只要停工1天，我老家这7-8张嘴巴的都没饭吃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对中国来讲，死不可怕，没有钱赚才是真正的地狱。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